室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手天使是为身障者提供性服务的义工团体，他们用手协助无法自慰的障碍者排解性需求，也试图把障碍者长期被漠视的性权搬上台面。今天拜访的是在手天使担任行政义工、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刘余记和他的家人。刘余记，绰号小齐，从事算命工作后，就原名里的齐多加了3点水。他从婴儿时期发病，轮椅是他的代步工具，陪他走了32个年头。大家都认为障碍者应该被做决定，那但是我认为我要自己决定。他想邀请的来宾是波多野结衣，然后黄慧珍，太太李怡芳，30岁，加油站员工。过去是个追星族，他想找的都是以前追过的明星。郑少宗啊，那雅妍。他们有个2岁的儿子刘尚谦，小名润润。小齐的妈妈陈小娟，53岁，笃信基督教的她想找有同样信仰的名人来吃饭。我想邀请蔡琴。小齐的继父庄志杰，55岁，他会想邀请谁呢？日本歌星申京。同母异父的弟弟庄维彤，15岁，国3生，很爱跟爸爸唱反调。他做的又跟我不一样，他喜欢西式，我喜欢中式、台式。你很软呢，我也是中式的啦。对啊，我想做台式奶油虾哦。他想找的来宾是辛培、肾结石。家里还有一位来自印尼的看护莉亚，24岁。在今晚的嘉宾上门以前，我们先来认识这家人吧。手天使出任务，至少5人一组。小齐是面谈行政义工，他是帮忙联系的窗口。今天出任务的性义工，也就是帮忙打手枪的人，是伊凡。没有这项规定，你要画也可以。像假设如果今天是阿兰的话，阿兰就习惯带那个眼影妆出门。手天使服务的对象大多是患有肌肉萎缩症和脑性麻痹的重度障碍者，他们无力自慰。这天出任务，案主是位异性恋男性，1年前就提出申请。这是肌肉萎缩症的一位朋友，他等了1年多了，因为我们接案组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吃紧。手天使的工作不光是打手枪而已，行政义工会布置现场，营造气氛，让被服务的重障者有与情人约会的感受。这是按摩油、婴儿油，这个在那个之后可以帮受服务者按摩。这个是润滑油，然后这个是保险套，这只是准备着，不一定会使用。假如说那个性器官，性工作者不太想要直接去碰触的话，对，所以这个保险套并不是要进行一些比较就是深入性的性交使用的。行政义工们得一起将重障者从轮椅抱到床上，在性义工进门之前，让申请者完全放松，拥有较好品质的身心灵解放。嗨，你好，我是一凡。障碍者能依照自己的性向自由选择性义工的性别，但大部分的需求仍以异性恋男性申请女义工前往服务的个案居多。那你介意我触碰你的手，跟你握一下手吗？我本身的工作是性工作者，刚好我的工作跟这样子的事情有一点点类似，那何乐而不为？性工作者伊凡担任手天使的性义工2年，他曾在接客时拒绝过障碍者，起初会加入手天使是为了忏悔。通常在选妃的时候，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时候，我的直接的行为，我的就是避开，不笑，因为我很怕被选上。服务不好我会客诉，而且他可以吗？最怕1整个小时，然后1个小时之后我剃球一张，忽然很累。直到我看到了手天使的官方网站，我忽然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很不应该这么做的。伊凡感叹，
即使台湾的性交易专区有法源依据，却还没有地方政府愿意设立，这让障碍者的性欲排解面临困难。希望他回头去掐他们的单位，他们单位就是掐政府，让政府知道说这东西要成立，他们有需求。关于加入手天使之后，我就一直对于握力这件事情会有。那你就跟他握手。而小琪则因为参与障碍者游行，认识了手天使的创办人 Vincent。他们有感于许多身障朋友无法自行排解性需求，即使想寻求协助，也很难向身边的照顾者开口。如果你要说反映什么问题，我觉得他已经可以跳脱出身心障碍这件事，就是手天使他把性这件事凸显在台湾的社会里，去看待我们怎么面对性这一件事。对小琪而言，帮障碍者排解性欲的最终目的是社会能更正面的看待性。因此聊到自己的性生活，他也毫不别扭。应该如果以这将近这10年来，大概可以算一算，就是平均1个礼拜至少也两三次吧。很认真哎。真的很认真的2、3次啊，对啊。他又说我强健卡，因为他没办法自己盖保险卡哦，然后因为我想要小孩，然后就都不帮他盖啊。其实和一方交往之前，小琪觉得自己离爱情很遥远。我就觉得好像谈恋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后而看到身边的朋友长得丑不拉几的，然后却有女生倒贴他，然后都还蛮不错的女生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呢？是他家风水比较好，还是祖宗基因得比较多，是不是？然后就觉得就蛮不公平的，对。老婆怡芳是他的高职学妹，两人透过朋友介绍而认识。他不讳言，当初是为了谈恋爱而追求怡芳。你18岁会做的事，我18岁也要做。怡芳当时很热衷追星，而小琪为了追怡芳，也很努力展现行动力。7早8早哦，可能7、8点，或者有时候可能会赶第一班公车，然后去排歌。他知道我喜欢追星，然后他会陪着我去看明星。两人是彼此的初恋，每次约会，即使公车上空位很多，他们还是享受黏在一起的感觉。前年才换这一台，然后我就很少在坐，因为没有以前那一台好坐。没有啊，你怀孕过后就你也就不做啦，还要推娃娃车怎么做？啊，就真的这一台就比较不好坐。那我改回去那一台，然后你再回来做好了。有空常来做啊。即使得经常帮忙小琪，怡芳并不以为意。其实我也没有把它当做轮椅的，我把它当一般人在对待。其实我们2个算互相吧，我算蛮负面的，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回来都会跟他哭诉嘛，算是我照顾他身体，他照顾我心理。两人交往了6年，决定结婚。结婚之前，特地做了肌肉萎缩症的基因检测，确定不会遗传给小孩。2年前，他们才迎接儿子润润的出生。不选我帮你选啊，我已经没时间让你慢慢选。今天穿粉红色，他来不及吃点心，然后我的上班有点赶，迟到就被扣钱了。早上将近9点，怡芳正准备送润润到托婴所。因为没时间吃早餐，她都会把握进捷运站前的短短10分钟。这样不吃，如果中午12点啊，就不会饿的话，就不想吃午餐，就会等到1、2点才吃。然后1、2点又车会比较多一点。
送完小孩，他改骑机车到加油站上班。接近中午，小琪准备起床，脸上却很疲惫。前一晚，他为了申请世新社发所的奖学金，赶报告赶到6点才睡。小琪为了带看护莉亚去看医生，还是得爬起来。莉亚不能自己去看。目前家里没有其他人啊，躺在这边就，如果又没有其他人，会有点惨。因为就没办法动啊，然后就会觉得很恐惧。小琪从婴儿时期发病，2岁时无法站立，22岁那年才确诊为脊髓型肌肉萎缩症。他从小就学着适应障碍的身体，但面对外人的风凉话，却始终难以接受。啊，伊都是丁细人安诺，或者是他可能甚至再严重一点会讲说。就是我们全家都做不好，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全家都做不好？因为对我来讲，我妈、我阿嬷、我爸，我全家人都好人啊，他哪里做不好？对于命运的疑惑，让他对命理产生兴趣。他的正职是一位算命师。麻烦你填一下1到6项，就是你的姓名、虚岁，然后一直到父母的名字。点只是为了要接你的磁场而已啊，它就有点像电脑主机，然后我就有点像那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但这不是通灵，那我只是去把你的资料拿给你，那我解读给你知道。小琪从大学开始接触易经，因为求职不顺，他到台北地下街找人算命，想问工作，却意外的得到一份工作。然后后来主席就跟我说。我教你比较有意义，不然那个其他那个大老板都拿几百万来叫我要教他，但是我实在不想教他，因为教他们没有公益性。我请问一下，你想谈感情的目的是什么？有个伴，养猫就好了。找小琪问事的客人以年轻族群居多。比起其他同事，他的感情观念更容易让年轻人接受。很多女生她到了20几岁，然后跑来问我说：“老师，我嫁不嫁得掉？”然后我还想，看你几岁啊？结不结婚这件事真的那么重要吗？我对感情，我对婚姻不太有太多框架吧。那所以有带脑袋的人应该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不只替客人解惑，算命工作也解开他曾经对障碍身份的困惑。我也回想起来，就觉得，对我好像比其他的障碍者比较好命一点，这样子。我有点像那种贫穷贵公子，就是家里有点穷，但是又可以让我过一个还稍微还不错的生活啦。不然坦白讲，我家请外劳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啊，但是我爸妈就咬着牙也要让我去过生活。小琪很幸运，在爱情和工作上都解决了障碍身份曾经带来的难题，而他始终化解不了的困境会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老婆，他所跟我讲那些话，我就觉得说，我听了太心痛了，我就不想再讲什么。这家人共处一个屋檐下，却不愿和彼此沟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下一段马上回来。今天拜访的是守天使的义工，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刘余记和他的家人。这天周末，妈妈刚从教会返家，小琪和润润在门口迎接，却没得到妈妈的回应。阿嬷回来了，你要找阿嬷，找阿嬷。一进门，妈妈忙着收拾，没和夫妻俩讲半句话。直到小琪和怡芳外出采买，妈妈替润润冲了澡，才提到刚才和两人毫无交集的状况。进来，你们已经要摄影了，他还穿着那个睡衣，
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第一个是没礼貌，你到底知不知道没礼仪？我觉得这个。宜芳从大学开始，因为学校离家的路程太远而搬到小琪家，生活习惯不合，一直是他们的冲突来源。我儿子就说，他可不可以住家里？那时候我也没多想，我想说住家里给他睡一边，应该没什么。哪知道这是很不对的事。他不认为说他鞋子脱下来要放鞋柜啊，除非今天我们没有鞋柜，大家乱摆，那就乱摆。我们家有鞋柜，已经跟他讲，从以前到现在还在讲。做事的方法我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就两三件事要做，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先做什么，然后我婆婆就会觉得我应该先做什么。除了生活习惯一再磨合，当初妈妈不支持两人结婚，还有经济状况的担心，就是工作不稳定，就收入都不稳定的，你再找一个人回来这样子，那不是很找麻烦吗？妈妈小娟的前夫，也就是小琪的生父，因为投资失利，两人为钱吵到分手离婚。她很担心儿子重演她的命运。支票以前是用我的名字申请啊，后来跳票，然后黑道来找我，然后后来他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偶尔回来看一下。小孩子我自己顾，我已经顾那么久了，那个没什么，我自己一个人过生活是很 OK 的。但是我觉得钱没有进来，就让我很担心。她一肩扛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早已习惯前夫的不闻不问。直到小琪国中时，她遇见现在的丈夫志杰，才又再婚。过去他俩因为业务往来而认识，结婚初期仍分隔两地。大概3岁时候捡到，他到了年纪以后啊，到了年纪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唉，人家说养那么大只的狗，干什么没有办法？你养到蓝岛，你又要把它弃。其实我还不想上台北来，我不喜欢台北这边的生活步调啊，跟不喜欢。但是共同的奋斗里面、历程里面，虽然很辛苦了，但是这是有家的一种感觉。生下维彤之后，志杰才搬到台北，和母子3人展开新生活。这是谁？邻居的菜。他哥哥在石门鸟瀑布自己种的，还有新鲜的鱼。志杰平日替仲介公司接送外劳，他凌晨出门，晚上8点就得上床睡觉。假日和维彤一起下厨，是他难得的亲子时光。试过以上很难解，想办法，加油啊！我尽量把这种饲料鱼做的比较好吃。但是卖相超难卖。父子俩喜欢互相吐槽，沟通的方式很直接。但对于兄弟同母异父这件事，夫妻俩选择轻描淡写。通常外面的兄弟姐妹差最多，大概差个7、8岁差不多吧。跟我哥差了17岁，啊，就觉得说有一种好奇感啊。然后去问了之后，我爸妈也只是说，没有啊，你只是因为你比较晚生而已啊。直到小6那年，维彤才从户口名簿上得到解答。很好奇的一个东西，突然一点就通的感觉，就是说，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好，我懂了，啊，懂了就懂了，然后就不要再多问了，对啊。我叫你挪去，那我们可以真正享用到主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帮助，也保守。晚餐时间，小琪和宜芳不在，也没有一起用餐。他们吃素啊，不吃实体的肉，对，他们吃成型的。他们就是那个老师说的，都算数，都叫人家吃素，他们就吃素，好听话。那以前刘雨琦好喜欢吃肉哦，我那肉一煮出来，哇，一下子就没。长久以来，他们很少和家人同桌吃饭，周末也都另有安排。可能没办法动吧，因为我看到电视上有人很会动，就觉得好厉害。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棒球，很喜欢看篮球。
没跟我在一起之前，他只有一次来球场看过，他可能是感受到现场的那种感觉吧，然后他就觉得想要来球场看比赛。小琪过去只看电视转播，和一方交往后才开始到现场看棒球。虽然爱情改变了自己，小琪并不认为老婆得因为爱情而承担照顾的压力。爸妈就会期待着说，宜芳应该要照顾我不用什么照顾啊，我只想要有一个伴啊。有一阵子找不到外劳的时候，然后那我妈就曾经异想天开的说，那不然宜芳这15000给你，那你来照顾小琪好不好？我第一个就拒绝啊！你要拿爱来消磨照顾的议题，我没那么乐观啊，因为它违反人性。妈妈最后还是尊重了儿子的想法，继续请看护。只是她和看护几乎包办所有的家务工作，这让她很头痛。你帮小孩洗衣服，你衣服你不洗，衣服也不收。已经小孩快2岁，他从来没有做。我有时候12点半多回来，我还是帮小孩子洗衣服，很累的。有时候就把他当作一个客人，可是你要想哦，人家客人哦，他也会把他自己的东西摆好。宜芳她也很想做，但是她的体力就不足。譬如说，她的思考点就是说，哦，我把小孩弄好了，我会再来收。那结果偏偏小孩还没睡着，他就睡着了。那小孩还没睡着，他就睡着，是他的错吗？也不是他的错啊。面对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小琪想体谅老婆，反而让母子关系变得紧绷。他跟我讲说什么的、那你就不要洗嘛。我已经帮你的小孩洗那么久的衣服，我从小照顾你到大，到这样子，你就回我一句，你就不要洗嘛。这是什么话？因为他的老婆，他所跟我讲那些话，我就觉得说，我听得太心痛了，我就不想再讲什么。你们好就好了。不是，我跟你讲哦，这桌上有蚂蚁哦，请你们注意一下。每个周末，小娟都在教会里度过，暂时在每天的冲突里得到喘息。过去他和志杰苦撑家中经济，一起开了早餐店，但生意并不稳定。但是我信了耶稣，不是说经济就变好了，但是我的心灵就是感觉到很喜乐，而且这个祷告的对象他是真实的，我相信我的周围都是有天使在帮助我们。小琪尚未确诊的那段日子，他苦于求神问卜，却得不到解答。我就把很多的时间啊，比如下班的时间啊，还是什么，我就花到要去那个什么那个宫啊、那个庙啊什么的，去那边拜拜啊什么的。结果我都没有得到一个身体上没有一个改变，但是我的心啊，我觉得更是糟糕。我埋葬。我如果早信耶稣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心智啊，还有一些生活，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他想起在婚之前独自承担照顾的压力，有时也会失去耐性，很想睡啊，然后半夜还起来帮他翻身。那时候他小的时候啦，然后又隔天要上班啦，然后整个就是有时候会很不耐烦啦。其实我都错了。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也没有给他很多的爱啦。我是后来比较能体会到他说，他这样一直坐在轮椅上啊，或者是躺没有办法翻身，我们都要请外佣翻身啊。我就比较能体会到他的那种身体比较苦的一面啊，不然以前我都没有去想这个。对于儿子的算命工作，如今他不太能接受。除非是我们的心已经很软弱，已经很薄弱了，没有盼望，还有一些
碰到困难、挫折、钱财，我们就会去寻求。像我好的时候，我怎么会去寻求算命呢？那讲他就认为这个就是道教。这家人在许多事情上缺乏共识，也很少和彼此沟通。小琪从没向爸妈提过自己是守天使的义工。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是守天使的一员，我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守天使是什么东西。因为好比说我也是很公开受访，那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我就不会去过问啊。我之前有看他们的那个 DM， 所以你知道他们在干嘛？我不晓得我大概知道他们在这个团体是在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虽然母子俩从没聊过这个话题，小娟也不清楚儿子的工作内容，但她其实有话想和儿子说。帮人服务是最好的，你有这个，你如果在这个生命中啊，你现在有机会去帮人家做，我没有跟他讲啦，但是你有这个机会去帮你的跟你一样的身障同学朋友，这样子为他们做一点事。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是上帝所喜悦的。他们也叫我说，那你也来申请守天使吧，叫我排3年，只是为了打个手枪，我觉得没有太大实质上的帮助。什么事情让小琪动念申请守天使的服务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拜访的是守天使的义工，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刘余记和他的家人。小琪跟怡芳共组家庭已经4年，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都有些紧张。11点半你要起来了呢。好，妈咪碰奶奶碰，等一下再帮爸爸弄一下。好，来了。可能老一辈还是会有个女主内，然后男主外嘛，所以男生赚钱很重要。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对，然后其实有时候也蛮挫折的。夫妻俩的月薪加起来大约3万出头，扣掉政府补助，他们还得缴交8000块的托婴费。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爸3不5时会问我说，钱够不够用，然后要不要，就是说要拿钱给我。其实也汇了2次钱给我。对。那个很累，也让我感觉好像，我也很没用。如果我今天再多赚点钱，或许你不会这么累。虽然妈妈支援了看护费用，为了维持一家3口的开销，怡芳另有一份直销工作，小琪也靠着网拍和4处演讲维持收入。但更让小琪无力的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那比如说那个在路上逛个街，突然摸个屁股，还是摸个什么，你就会觉得大概就情趣嘛。但是现在就变成去摸干嘛？我就觉得就我在对，那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觉得很不爽，因为我也很累，然后我也做很多事情，然后就觉得很烦。然后他们也叫我说，那你也来申请守天使吧。然后后来就是讲一讲，算那个时间还要叫我排3年，叫我排3年只是为了打个手枪，我觉得没有太大实质上的帮助。除了性生活不如以往，他感觉对方的心思不在自己身上。我都知道很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用心，就是你有用心的状况下，你就会了解到说，我其实没有要这么多，我只是觉得说你可以来关心一下这样子，可能要重新去调整那个生活的动力是什么，也只能这样了，不然怎么办？对，我就连说，好，我很厌世，想要自杀，然后可能跑到河边，那个障碍好多，有没有？也跳不下去。这一天，制作单位在约定的地点等候，夫妻俩一前一后走来，不发一语。为了改善夫妻关系，生完小孩后，2人定期向社工师寻求协助。
我的房间隔壁是我爸妈的房间，他一不爽就去踹那个墙壁。我没有要两边讨好，那万一我爸没有睡好，然后他开车发生什么意外，那这个问题不是就很遗憾吗？对于小琪经常夹在中间的状况，社工师想了解宜芳是否能不透过小琪亲自处理和家人之间的冲突。就讲电话，故意讲很大声，故意讲，才没人要理你。就是想说故意讲很大声。你可以不要指桑骂槐吗？你就直接一点，就说爸爸这个怎么样了，或妈妈怎么样了，不要。就请他还是要跟我爸妈开口讲点话这样子，对，就不要太去介入之类的。我觉得算命比较直觉啊，那智商有点像是剥洋葱吧，一层一层剥到最核心比较有问题的那一个层面在一起。小琪替算命的客人指点迷津，但对自家面临的难题却无能为力。他现在都常常在开导一位他的那个朋友啊，常常电话里，我觉得讲的真是讲得很好，很棒。但是反观回来就是说，我看说，那我们的家里真的是这么不合一，就像那个婚姻专家，然后他的婚姻也不是很好，就这样，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来。夫妻俩的状况让小琪在面对两边的冲突时，经常感觉疲惫。我已经花了一层很大的功夫在我跟宜芳身上，我就没能力再去瞧其他事啊，因为我的能量耗光了。那其实我们以前就没有在沟通了，我能用的方法就是打字，打字不用正面冲突。如果这可以改变点什么，减少一些冲突，又可以了解我想要什么，那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只是解决办法还未看到成果，冲突却越来越大。2个月前，因为润润半夜哭闹，婆媳为此大吵了一架。我就想要抱他了，就是让他不要再哭了。那时间已经1点多了。那我要几点睡觉？然后我想说先让他安静下来。他不要让我抱哦，他就把小孩拉过去哦。我整个就火起来了，我就跑进去，我说你是怎样？我是叫你不要吼他。就很累，然后就有凶小孩，然后小孩不睡觉，然后他要冲进来在那边骂我说不要用凶的，怎样。然后我说。其实我那时候很累，然后也很气他这样冲进去，然后我就其实有一点没礼貌。他隔天呢，他太太把我这个挂在那边，把我丢在地上。那做这个事情是谁做的？外劳会做吗？刘雨琦会做吗？我的小儿子会做吗？我觉得宜芳也不知道那一口气怎么出吧，对，就这样。面对家里的冲突，弟弟维彤早已见怪不怪，但他计划国中毕业后到爸爸的老家嘉义学餐饮，一部分的原因是家中不太安宁。你当初要娶她这个老婆，你就是要在结婚之前先把她性格弄好嘛。你弄不好，然后你弄过来，然后你反过来攻击我们家的人，那感觉就把一个原子弹砸在自己家里啊！喂！对志杰而言，父亲的角色和责任常让他感觉矛盾。你承担容易了，但是有时候某些角度上来讲，一些责任你是没办法去承担的，就是相处方面啦，或教育方面，我不想当一家之主。其实说真的，我以前脾气并不是很好，其实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至少我知道怎么去克制了，因为你会去想嘛，会想说吵吵闹闹，有时候会对，比如说对我太太来讲的话，对她来讲就比较
怕他会受伤了或难做人什么。自从1年多前经历小中风，志杰不想再耗费情绪插手家中纷争，他把握休假的时间去钓鱼。钓鱼时，他有能力掌控全局。不是把东西拿下去放下去，它就会上钩。你要看潮水，看天候，没有人会管你，你就专心去跟鱼。我都很放松，非常放松，一定会有钓到鱼的啦，不可能说钓不到鱼。所以我也想跟我太太讲了，一直我也没跟她讲，你要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等你60多岁的时候，你再也管不动了啦，现在管不动了，你还管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家，让我们家能彼此的把心敞开，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自己来改变。每个人都从自己改变，家才能合一。求主看顾我们的小孙子，让他在这个合一的家庭看到大家的和乐，让他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谢谢耶稣，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是嘉宾上门的日子，爸妈还有工作没能出席。丽雅事先准备了一道印尼料理。这个印尼话怎么讲？哦，印尼话，sambal telur。其他菜色，小琪找了守天使的伙伴来帮忙。海鲜拼盘，然后9层打巧克力。我负责的是南瓜，但我就出一张嘴，那一个帮我控制的人还没来。去买冰块，我不知道干嘛，他叫我去买冰块了。哥哥负责出一张嘴，弟弟虽然脚受伤，还是得帮忙跑腿。回到家里，掌厨的志伟很认真的在厨房挥洒汗水。热。这也是第一次吗？没有痛。志伟打算用家里现有的咖喱块贡献自己的拿手菜，却忘了注意有效日期。这咖喱块我放超久。是这个，就是我们用的咖喱块吗？难怪那么入味。你试试看，用个筷子，看觉得会不会拉肚子？可以吗？会太咸吗？太咸，不会。OK， 好。他们期待今晚见到谁呢？我觉得最大可能是黄慧珍。那当然希望是波多野结衣来啊。如果真的是他来没有翻译，我觉得以我们比手画脚应该还是可以的。离来宾抵达还有半小时，料理都已经上桌，小琪指挥的焗烤南瓜泥也完成了。今晚的嘉宾会是谁呢？是导演黄慧珍、倒立先生黄明正，大家最期待的波多野结衣，有可能来吗？倒立先生就把冰城的上衣脱掉，然后那个波多野结衣就脱小琪的衣服。小琪，期待。好高级哦，超高啊！神秘嘉宾就要现身，下一段马上揭晓。今天拜访的是守天使义工，患有肌肉萎缩症的算命师刘余记和他的家人。但爸妈没能一起吃饭，他找了守天使的伙伴们一起迎接嘉宾。倒立先生就把冰城的上衣脱掉，然后那个波多野结衣就脱小琪的衣服。小琪，期待。黄慧珍的话，我们要做手术，笑一下再我就把女儿带走。好高级哦，超高级的！我没有看过那么大台的宣传车。答案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问你要趴在地上让他踩过去？今天的来宾是日本成人片女优波多野结衣，她年初和罹患罕见疾病的男优希君拍摄了一部作品，是小琪想邀请她的原因。而她这几年也逐渐转型，常以艺人身份在海外发展。今回招待状をいただいて、でそれを
読ま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ど、共感できるところもあったし、あと私にできることは何かって考えた時に、こうやって人の前に立って何か発信したりとか、こう何かを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掌声欢迎波多野结衣。皆さんにお土産があって、はい、これは日本の吉兆庵っていうところのお菓子です。皆さんで食べてください。这样大家可以品尝看看。もう自分。おいしい。猪鸡吗？哎，阿瑟，你们家的私房卤味很好吃。谢谢。因为工作的关系，波多野结衣平常都是外食居多。老家在京都的他和家人吃饭的时间也不多，因此他特别怀念妈妈常做的一道料理。お母さんが作ってくれる中で一番好きなのが人参の葉っぱの天ぷら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人参の葉っぱをもういらなくなっちゃう売り物じゃないやつをもらってきて天ぷらにして食べるのがすごく好きです。而即使家人支持他的事业，他也很少谈到工作细节，就怕家人感觉困扰。でも私はそれは甥っ子とか姪っ子がいるの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は気をつけるようにしてて、やっぱり家族と話す時は仕事の話より今の自分のプライベートの話とかの方が多いです。牵涉性相关的服务，经常让守天使受到不友善的评论与对待。大家很好奇，波多野结衣是否曾因为成人片女优的身份而承受不小的压力？在这个职业里面，其实会不会有很多的压力给他？この仕事自体がやっぱり、いいイメージを持ってるっていう方は少ないので、そういう方たちにはやっぱりよく思われてない部分もいっぱいあって、でもなんかそれを気にすると全然楽しく仕事ができないので、やっぱり気にせずにいろんなことに挑戦し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在日本也有类似的非营利组织白手套为障碍者提供收费的性服务，但波多野结衣认为大众对障碍者性需求的理解依然不足。性のボランティアに関しても日本にももちろんやっぱりあ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オープンにできない、台湾と一緒でオープンにできないので、そんなに知られてないんですよね、台湾と同じく。なので私もその性のボランティアに関してはもっといろんな方に知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そうですね。でもやっぱり性に関してはなんか障害を持ってるとかっていうのは別に関係ないと思ってて、私はなんか人間はもうこれこそご飯を食べたいとか食欲だったり、あと睡眠欲だったり、その中の一つであるから、普通に今はオープンじゃないですけど、もっと広ま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すごく思います。虽说食色性也，但有许多障碍者因为无法顺利操作电脑，观看色情片时得时时提防着家人，这让波多野结衣很感慨。難しい。やっぱりいろんな人がいる中で、障害を持った方は特にやっぱりそうやって手が動かせなかったりとかしたり、見れた時にやっと見れたのにそうやって周りに何か言われて嫌な気持ちになっちゃうのがやっぱ悲しいなって思います。弟弟吗？为什么？なんか質問ある。没有吗？会被很多人训练吧？你得大家都应该是男性同胞啊。我觉得这会有点尴尬，因为同学们彼此要先承认有看过 A 片，就是。对啊。波多野结衣提到，在他上门前，对于弟弟的在场其实有点担心。その境目がやっぱり日本でもR18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から、年が下の子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のは刺激的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でも学校でもやっぱりその性の話って普通に勉強するので、知っておいて損はないと思うし、それが悪いことかって言われたらそう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私は。这时候，波多野结衣抱起满场跑的润润，说自己很渴望结婚。
やっぱり結婚とか出産って女性にとってとても一つのイベントっていうか一番大きなイベントであるから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のを経験したいですし、家族が3姉妹でお姉ちゃんがいるんですけど、兄弟はやっぱりいた方がいいなと思うので、2人は欲しいです。饭后，大家享用波多野结衣带来的果冻和糕点。これゼリーで。冷凍するとシャーベット。そうマンゴーシャーベットって書いてある。マンゴー。これは白桃です。白桃でこちら桃子。マスカット。虽然今晚的话题都围绕着性，波多野结衣认为关系的维系也很重要。まずやっぱり家族同士で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ることがとても大事で、家族の中でもやっぱり喧嘩は絶対近いほど喧嘩って多分すると思うので、喧嘩しても喧嘩するイコールお互いのことを分かり合いたいがためにぶつかったりとかするので、それって悪いことじゃなくて、なのでもっと喧嘩しても気まずくなることも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をきっかけに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って思えば自分の心が変われば全然相手の心も変わるので、そういうのを多分大事にすればもっとみんな仲良くなれると思います。不放弃沟通，试着先做出改变，或许对方也能有所理解。希望今天的晚餐过后，小琪一家人能一起坐上餐桌，也希望波多野结衣的鼓励能让这个家接收到彼此的心意。やっぱりこうやって直接ボランティアをしている方の話を聞くと、皆さんとても優しくて温かい方が多くて、で無償でやっぱり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いろんな方がいる中で性のことについて悩んでいらっしゃる方たちにいろいろと考えて1対1でお話したりだとかっていう話を聞いて、別に悪いイメージでは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まり知らなかったのでとてもいいイメージに変わりましたし、喧嘩はもちろんどの家族も家庭もあるので、やっぱり喧嘩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悪い方じゃなくていい方に捉えてほしいなって思って、それをすごく伝えたかったのでああいう風に話の場で話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ど。最希望的大概就是他可以来，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代表了性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给很多人们正向的能量。你从头到脚白里透红的皮肤好嫩，然后呢，重点是他的手指头好性感。直接的说出就是支持，然后愿意在其他的日本的场合可以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些都就已经很感谢了。我觉得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个很善良、很美丽的一个性。紧张吧，我也觉得语言不同啊，对吧？像是如果是台湾人这样吃饭的话，我觉得起来就是那种会比较容易聊天吧。老一辈都觉得他们尺度太开了，对吧？他们可能吃一吃，然后就直接下去。中间因为就聊个公分数，我觉得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改过。从他下来的那个刹那，我觉得，我觉得就是那个来宾是谁，好像顿时间没那么重要，他好亲切这样子，他很大方的去把性这件事讨论出来、讲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会鼓励这个。他说他不水，他不想开始。对。好，来。好，1、2、3。看这里，没看到你。他也有手机。开始破戒了。好，下一位，还在一张。拜拜。